我讲。那我就开始喽。好。有吗？哦，要先进广告，这样不对。哦，有了，有画面了。好诶，大家听得到声音吗 ？Hello Hello， 哇，画面出现了。对，好，先确认一下，大家都听得到声音吗？我们的声音都正常吗？哦，听得很清楚。哦，好，好哦。那我们今天因为版主，你接下来还有行程对不对？今天。好，我们就没有办法等大家进来了，我们就要准时开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有一个重量级的来宾，就是骆文煌版主。Hi guys， 这是我罗文煌。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我是一个作者林心教练跟灵媒。今天很高兴来到大把的场子，来跟他闲聊。对，今天来推书嘛，对，带了一本书来，对。所以最新出版的书《生命的中间》是如果 The Middle Words of Life is If， 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购书的话，欢迎捧场哦，很适合清明节啊、中秋节啊、祖先祖父 whatever。为什么是清明节跟中秋节跟？因为可以烧，与其念大悲咒，直接看烧几本书，但是要买多一点哦。直接烧书 ，OK， OK， 因为他们可能看的会比较早升华这样。对不起，我不知道台湾有禁忌吗？没有禁忌，我喜欢。我其实好喜欢，就是我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中文的书名很 poetic， 诗意，就是生命的中间是如果，是如果。然后我那时候后来看了你的那个前言，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是 life，L-I-F-E， 中间是 I-F， 所以就是 if， 对。所以我那时候说，哇，这个英文也很厉害啊，对。怎么会想到会用，就是第5本书会想要用这个当做书名，版主？它其实只是里面的一篇文章而已。那这一句话我就是开玩笑说，它其实在我18岁的时候，在 club 里面的厕所墙上看到的一句话。那个时候18岁的我们不太清楚这句话的 It's cool, but you don't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t, right? 然后是我觉得人生活到现在，再回头来思考这句话，你可以理解。这句话还有 deeper meaning of it， 就是有更深的意义。然后那是你觉得是什么意义？如果走到现在的你来感觉的话呢？我应该这么说，我是一个在台湾受教育，在国外成长大半辈子的人。然后我看过很多的亚洲环境跟外国环境生长下，那我会发现说，虽然我们都知道中西文化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大家永远都有那种心态：如果我得到 lottery 之后，我要怎么过日子？如果我有名了之后，我要怎么去过日子？人们总是在等待那一个，如果有一天我达到这一点的话，当我有了什么，我才要去做这样吗？就是当我有这个之后，当我遇到我真命天子之后，我就会幸福快乐过日子。当我中了头奖之后，我就会去旅游或干嘛。但是其实如果你们花时间去听他们如果之后的句子，它其实跟前面的东西是不冲突的。你懂吗？不需要那个前提，你也可以去做后面的事，你也可以去做后面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开始思考说，为什么人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等待，而不能够现在就去做？因为我有很多事情也是这1-2年才开始去做，就像以前我会怕高，所以我不会去 skydiving，right？然后这一次是 why not？ skydiving 是高空弹跳吗？没有 ，skydiving 是就是滑翔翼，飞机直接掉下来，跳伞parachute 那个对。所以skydiving right，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说，之前会怕高，那怕高的其实真正怕就是怕死嘛，对吧？对。那当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就会觉得反正大半辈子也都活了，死也不是你想要就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去跳伞之后，因为我们 get that adrenaline， 就是非常的 pump excited，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思考说。不对啊，为什么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之后才来做这件事情？早知道就可以早点做，对不对？早知道就可以早点做，根本不需要到这个年纪 ，right？ 那就是你就会回头思考，我过去的20几年，我搞不好可以跳20几次，因为你喜欢这件事吧？
我其实没有很怕，他其实 OK 怕到你觉得可能会，就是可能还没有做之前觉得好像很恐怖。还没有做之前你都觉得很恐怖对，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了，所以我又去scuba diving， 因为我也不会游泳，再去浮潜 ，OK，那不是浮潜，它不是哦是那个深潜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怕水嘛，对，然后你会觉得说不行，如果没有救生衣，没有干嘛的话，我不敢下去。对。然后但是我第一次 scuba diving 是在那个 Great Reef， 就是现在少数还有名的那个大堡礁。哦，OK，然后你到下面的世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scuba diving。然后你到海底的世界说 ，Oh my God！ 我在陆地上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很多了，但是 I obviously know nothing 。Right？ 你在海里面，你开始发现自己的渺小是真的很渺小。对，对。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让我的人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恐惧、害怕上面，但是做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是你如果没有去尝试，你不会知道的事情。所以当我再回来再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很希望，如果你们是我那个时候的18岁的我们，我希望你们人生不要让太多的恐惧限制住你，而是 just do it。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你永远不会像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过去2年是密集旅游，所以我像是虫洞的时候，我觉得哦天哪，只是像蚊子的虫，为什么可以让我这么感动？然后或者在海底看到很多鱼过来的时候，你就说 Oh my God， 我怎么会 I feel so touched， I feel so little，right？渺小。或者是你在那个 skydiving 下来说 Oh my God， why can't I do it earlier？ 虫洞是什么意思？是真的有很多虫的洞？它在那个。不是太空中的。它在纽西兰有一个虫洞，它就是，它是一个洞穴，然后上面都是虫，但是你船开进去的时候，因为它的虫会发亮，对，所以你感觉自己好像在银河下划船的感觉，但是它其实都是虫。你如果近照的话，其实就是像蚊子的虫。可是远远看很美。Well, sure, but but you know， 它们就是虫，但是你会觉得说，它只是像蚊子的东西，竟然可以让你这么感动。Right。所以我觉得旅游给我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如果我 give up， 我放弃我人类的思维方法的话，那我可以接收到更多意想不到，或者是我没有去看到、接触过的东西。是，确实是。你在前言有讲到说，就是因为你这2年放弃了20年来的諮商工作，对，然后你也会感觉到，就是说，会不会对于接下来要干嘛会有点惶恐？是，然后也会想说啊，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再做20年来的这个諮商工作？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已经不老28岁很多年了，所以我在不老的28岁，因为我老公也刚好面临生命的抉择，他觉得他做了30几年工作，然后不想一直做，他想要 retire。然后我的话，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其实我花了大半辈子的人生一直在抗拒灵媒这个身份，所以当我要去咨询人家，我觉得像是把灵媒的身份再拿起来说，对我是灵媒，对我是灵媒，对我是灵媒。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做咨询的时候，我是从幕后，然后慢慢的到幕前咨询嘛。幕后到幕前是什么意思？我以前就是人家会来问事，如果人家去那种师姐公庙问事，然后人家打电话说，我问我菩萨，我打电话问我家菩萨，我就是那个菩萨，我就是那个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谁。你是说你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吗？没有，那时候在国外，我也是天天这样子接电话。也菩萨，那个菩萨就是幕后菩萨，因为我就是菩萨的代言人很多年。你是都是菩萨，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就任何菩萨都是，就是任何菩萨。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做幕后，所以对传统宫庙的那些什么修经啊，然后完清这柱啊这些东西，应该是我早期。你台语假练凳。对，因为我老母只会说台语，我在过去1个月密集练习。哇，你3语啊？我也写一点点的，我的台语其实不是很好，但是所以为什么会放弃咨询？是因为我觉得人生要做抉择，我会回来思考，这真的是我要做的事情吗？就是我看到的东西范围有点广，那我不想把我的范围只局限在这个东西上面。那当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网友啊，很多粉丝们啊，他们都很热心的愿意帮助人家。就是
then let them。我的感觉是，他们喜欢做，让他们去做啊。这世界上有很多做的很欢喜做的人。是。那这是欢喜做的代志，可以做。伊是欢喜做的，伊是欢喜做的人。他们就算技术不好，他们也是可以练习空间。因为我曾经技术不好过，你懂吗？所以我就到最后都觉得说，那我比较想要接下来的日子活出我想要的人生。然后不只是我想要的人生，我比较想要找到，因为你知道我们这样咨询了20几年，每一个人问题听起来好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全世界这样跑过之后，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很像的。所以我比较想要找出来的方法。你好可爱。没有，因为我之前真的有跟不同的就是传讯人就聊过这件事情。然后有一次也是跟一个加拿大美国的，然后他也是说他觉得人的烦恼只有12个，我只有3个。对，你的12个是什么？我好好奇。没有，他很多，他就是健康、财富什么。然后后来我又跟另外一个 Tony， 他说没有，只有4个，我只有3个。那你的是什么？你的4个是什么？我比较好奇。什么家人，我有点忘记那个，因为那个是那个朋友的，对，他就说什么钱，对，钱是一定的，对钱，然后健康，然后人际关系，whatever， 钱、健康、人际关系，还有吗？好像好像就这样啊。我只有3个 ，OK。我在20几年的咨询，你们只有3个问题。你们只有3个问题。对，一个就是金钱，任何跟钱有关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再来就是健康的问题，不管是你的健康、家人健康，只要是健康上面的问题都是问题。这我们2个重复。再来就是你的爱情，那就是人际关系的，不止，主要是爱情嘛。它主要是爱情。OK。所以他的爱情这3个东西，它 cover 3 area，right？他的钱有点像是你的 physical，anything physical，you have to be able to touch，you gotta feel，然后再来是你的健康有点像是你的 mental health，your physical health， 就是它比较像是你的心理跟身体的健康一起的，心理跟你的健康是一起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爱情一般来说是你的 emotional，I want to be emotionally taken care of， 我的情绪上是希望被照顾好的，然后希望被打理好。那还有原生家庭呢？我爸爸、我妈妈。That's all emotional. Yeah. It's not. It's. 所以你把它列在爱情里嘛？我把它列在就是关系啦，人际关系。对我来说，它都是情绪的功课。It's all emotional. 如果你的 emotional taken care， 假设我把你的情绪照顾好了。你没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你也没有原生家庭的问题，你也没有公司同事的问题，因为你的情绪本身就是没有灵性问题嘛 ？Spiritual problem? Because the whole spiritual problem is combined with the whole triangle. What kind of triangle? 就是 physically taken care, you bottom of the pyramid， 就是你最底层的金字塔，你把你的基本生活照顾好了，对吧？那我才会有时间做灵性啊，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追求灵性？因为他们基本生活都照顾不好，我学什么灵性啊？所以当这样子人来问你事的是，你应该说，你先把自己打理好吧，你追求什么灵性啊？对 ，right， 我认同，然后你如果把你的基本生活打理好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把你的心情照顾好，你的情绪照顾好之后，我们再来讨论 spirituality。对 ，right， 所以 spirituality， 我觉得 spirituality 在亚洲跟在西方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样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边的 spirituality 很 focus 在 we have to not do that。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很多 taboo， 很多禁忌这样子吗？对，就是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7月不要去玩水，不要去爬山，不准吃牛肉，然后不准怎么样？那里很阴，不要去。对，所以会有一点点像是把自己框起来，我只要与世隔绝，然后我觉得有点可能受老一辈子那种尼姑啊、修行啊这种思想影响，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把自己隔离起来。是西方的世界来自于那种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 background，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的灵性修行多在于去跟人家接触 ，I got to help people, I got to do something, right？ 所以在上面你就会发现，静坐来讲，它会比较流行在亚洲的地方。静坐 ，OK， 就是静坐冥想，国外也会。但是它是因为过去的5、6年左右受到亚洲东方的影响，对，因为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we never done before， 就是他们做的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你说西方人会这样讲，OK， 所以 that looks cool，right？
所以才会开始 become popular。OK， 因为以前他们会是像是传教，对，去各个地方。之前的灵性修行会比较像是传教，所以不管他们学的是哪样东西，他们都觉得有传教的义务。OK， 所以反而是，那你怎么去融合这两边？你有刻意在做这样的事情吗？还是？No， 我很忙，我有2个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妈妈应该都懂。对啊，那所以关掉了20年来的諮商工作，然后你现在去 expand， 你去扩大你的生活的。I really 我可以做自己喜欢自己的事情，我可以去。我到很多古文明的国家，然后因为看得到震动的关系，我可以观察震动为什么这边的震动跟那边的震动不太一样，然后可以 push forward push back， 所以什么意思叫 push forward？ 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古迹的地方定位，我要看500年前的定位，然后看它是什么样子，然后再 push back 到500年后去看它会是怎么样子。future 吗？看未来。So you can go push back， 因为location 的地方，它的变更不像人文变更那么大啊，懂 ，right？所以这几年旅游就会觉得哇 ，it's so fascinating， 我觉得很 fascinating。那我现在其实是gather 很多的 information， 但是因为很忙没有办法 share， 但是这一路旅游下来，它就是越来越 very very exciting， 就是越来越兴奋，越来越，你知道 I can't wait， because it's different。它会让你们对，因为世界很大，然后很多地方还要去，根本看不完。对，然后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it's so fun，it's so fun。对啊，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刚从雪士达山回来，美国，然后我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他们那边其实讲很多关于外星人相关的讯息，对，因为他们相信雪士达山那个火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火山，然后那是一个飞碟会从里面进出，然后有一个地心的文明在那个飞碟里面，然后雪士达山上面的云常常都是飞碟云，然后他们那边的居民，我说那你有看过飞碟吗？我说有啊，手机马上就可以拿出来。然后说这个是我之前拍的，来给你看。然后我就哇，对啊，我说所以飞碟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邻居的存在。他说对啊，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震撼，因为在台湾就是讨论飞碟的这种事情，你只会在一些就是有线电视上面看到一些特别的谈论性的名嘴可能会讲这些神秘事件，可是它不是台面上面大家会真的把它当一回事的事。对，那对，就是大家就听有一些人喜欢啦就是就是当故事听，可是在那边就说他们就存在，有什么好怀疑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我以前为什么？而且因为我之前也会传讯息的时候，有时候会收到一些跟外星人相关的讯息。我其实很抗拒，就很抗拒传递这一些我觉得好像离生活太远，或者是说不太能够去验证的事情。对，所以我每次有这样的讯息要出来，就例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 window 要打开，然后我们很快就要碰面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不要跟我讲这个，不要传这些讯息，我不要跟别人讲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我要，yes and no，yes and no。我曾经很讨厌任何讯息，因为我讨厌灵媒这个身份。为什么会讨厌？因为你小时候有点像是我看过你的书，你是说你小时候天生等于是就打很开，对不对？对啊，平宽就很开。是，所以我小时候，因为我这几天才跟我妈，我不是这个月都花时间带我妈出去玩嘛，去日本，然后那个对，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有聊到天，我就跟我妈讲说，我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小时候看得到都不告诉我？然后我跟她说，我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回忆，说我其实在我的奶奶就是外婆过世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看得到。那是几岁？大概5、6岁吧。OK。然后我之所以会知道自己看得到，是因为大家都在奶奶的灵堂上哭。那我在觉得说，奶奶就坐在那边，为什么大家要哭？所以这个在我5、6岁的小孩子的脑子里面是不能理解的。就是你们到底在哭？你们在哭什么？你们在哭几点的？你们在哭几点的？你们在哭几点的？我怎么听不懂、看不懂这样子？对。然后他又说你要哭，奶奶过世你要哭。然后说我到底是要哭什么？right。然后是到那一刻才发现，原来自己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别人看得到的东西。你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就是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对。然后在那个之前，我妈就说：“对啊，你小时候啊，常常跟我说，妈等啊卡，我常阿伯你恭维。”然后我就常常跟你讲说：“你哪哪卖我北恭维？”我说：“对，我现在还是有这个，你知道 muscle memory， 我还是记得你常常跟我讲这句话。”对。然后我就说：“你能想想看？”我说：“不啊。”
一个常常被你说宫北采薇跟那怎么会跟你讲任何事情？对啊，对啊，是，因为他之前是跟我讲说，你为什么看得到不跟我说？我说重点是我事实证明我真的有告诉你，但是你一直说我是说谎的。right，所以等于说，我从小在知道自己看得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现在拥有的这个技能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是，所以我一定会花大部分的日子去试着不要这个东西。是，对啊。那后来呢？发生了什么转变？我后来其实发生很多转变。我在我的朋友 mentally breakdown 之前，我其实都还是在幕后的。就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然后我永远是别人口中的菩萨，但是你已经开始提供问世了，但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OK， 你就在幕后这样子。对啊，因为我只是接电话，每天讲5到6个小时，每天讲5到6个小时，我就不知道你们怎么那么多晚清这一组。然后你到了那个时候都还是幕后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好像去上灵性的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整个 mentally breakdown， 然后必须要被送到精神病院。然后他被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要帮他吗？还是继续装死？我可以继续装死。因为装死就永远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或者是我帮他。然后我帮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跟女儿都是我小孩子的儿子女儿的好朋友。哦，那是所以已经是这几年的事情了，这件事。我小孩子20几年了，乖。哦，所以10几年前这件事。所以他大概在我的小孩子大概3岁的时候，所以我会说大概19，将近20年前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去敲他的门，我说我可以帮你。对，然后我记得他还很怕，他开了一小扇门说：“我不想知道任何你知道的事情。”我说：“我不是一个会主动提供我知道的事情的人。”哦，你帮那个就是上完课以后 breakdown 的那个崩溃的朋友，然后结果去帮了他，然后帮他把所有东西理解出来，帮他恢复成正常轨道的时候，就是他的生活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正常机能的时候，却没有发现他是一个理发师。大家都知道理发师很会做什么 ，gossip， 八卦。对，所以呢，所以他就会到处说，my psychic friends，hey my psychic friends， 你就正式出柜，被出柜，你被出柜了，成为灵媒朋友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被出柜，然后被出柜之后的，好像第1、2年还会很抗拒，说你不要见到人就说我是个 psychic，OK，right， 然后到第3年就是 yeah whatever psychic friend，yeah why not，what do I got to hide？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幸运的是，外国我的被掉了，对啊，我把它拿回来。来，好，来，我帮你。谢谢。我的外国人在面对 psychic 跟亚洲人面对 psychic 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因为亚洲人如果知道什么你是灵媒，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完清这一组怎么样？我身旁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什么事情是吧？很熟悉吧？很熟悉。那你大宝你看得到？那你可以看得到，我也知道你有什么话跟我讲。对，然后我妈妈走了，她现在过得好吗？这个是assuming 厨师每天都要拿着刀叉在路上行走的意思是一样的。你是厨师啊，帮我炒个菜吧。你知道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你是音乐家，你帮我拉一首吧。是，差不多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比较庆幸我人是住在国外，因为国外对 psychic 这个字很陌生。真的，他非常的陌生，所以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注重自己的隐私，所以他会觉得说你是 psychic， 你一定会知道我想什么，所以他反而会跟你产生距离。他以为你会心电感应之类的。对，他会觉得说你会 read my mind， 然后你会 do everything，right？然后 you will know something that I don't want anybody to know。OK， 你知道我的秘密。所以我之后会不太抗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外国的环境底下，他们听到你是 psychic 之后，他反而会给你我要的空间啊，不像在亚洲，对，亚洲会围过来，但是他们在国外就是会给你空间。然后我就会说，it's not that bad， 好像出国好像不错，对，就是我好像告诉人家我是灵媒也是 OK 的，反而有了更多自己的空间，在国外是这个样子，就比较有自己的空间。可是你后来还是持续的在做这个 reading 这个解读或者是 我之后有一段时间，如果追踪我很久应该知道，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你要有办法坐到我家沙发我才会咨询你。OK， 所以要面对面的。但是你要有办法到温哥华，因为我知道我人不在台湾啊。所以你做解读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华人吗？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半一半，就是可能是在国外的第2代，
就是他们可能 OK 受到父母影响，但是他们对亚洲文化其实不太熟的，懂。然后会有一半一半，就是一半外语系，一半。所以这个有变化，这些所以这些年来，可能就是因为 YouTube 比较，所以然后开始比较多的亚洲人。OK 因为其实咨询上面，外国人很害怕别人在知道他走身心灵，亚洲人也是。但是，就像外国人，他婚姻有问题，他会尽可能不要找婚姻顾问，有婚姻有问题，不要找婚姻顾问，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婚姻有问题。那就是家丑不可外扬的概念嘛。对，所以其实这一方面其实是很像的。所以当他们在追求身心灵上面，他们尽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OK， 因为我有困难，然后我想办法解决，所以我也不要让你知道我在找方法。对 ，OK。所以那个时候我大部分的客源其实是来自于 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我爸妈有问题，这样吗？就是不是，而是因为他们从小被亚洲的人教导，但是他们又是在外国的环境下长大，然后所以他们不太能够理解爸妈在做的那些事情，因为他有间接的影响到我的思考，说你可能不能干嘛，不能干嘛，但是他们一直以来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不能干嘛，对吧？对，农历7月不能干嘛，然后不能吃牛肉，不能干嘛。所以我在那一阵子就有很多的像日本、韩国，就是在那边的第二代，或者是。你知道，就是广东之类的客户，所以早期因为能够坐到我家沙发的只有温哥华人啊，是，或者是偶尔到温哥华去参观的台湾人。OK， 所以你没有做 online 的，你就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灵媒啊。可是后来你做到，你说你完全停止是去年吗？我就是一直做，然后做到最后开始变 online， 然后开始比较 structural。然后一直做到就是去年，那我是在去年决定停止这个时候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灵性圈很常听到离开舒适圈，离开舒适圈，那个时候才深刻的理解到，人们所谓的舒适圈并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会觉得舒适圈就是你高兴、你舒服的地方，所以它叫舒适圈。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深刻理解咨询这件事情，我从一开始做就知道它不是我的事情，做了20几年之后，还是知道它不是我该做的事情。那照理说，离开这个不适合的环境，你应该是高兴的啊。那为什么会产生恐慌、恐惧呢？原来是因为，即便我不喜欢，我也是不断的在这样在做，所以我已经产生 muscle memory。肌肉的记忆，谢谢你一直帮我翻译。没有我对不起，不会，我尽量喝咖啡，你等我一下。好，我要续杯。没有，我想说，我快回神了，快回神了吗？我们已经过一半了，完了，我们还是第一题。对啊，好，对啊，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说，原来所谓的舒适圈，它并不表示只有好的事情。人们只要离开一个长期习惯做的事情，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一定都会产生恐慌，因为它就像戒毒一样。是，或者是说长期遭受暴力对待的，他其实要离开这一个对象，他也很困难。他其实是会有恐慌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只要离开一个会家暴的人，你就会开心了，然后他们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开心。对，因为他这个反应会有将近3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不管你们离开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东西，你们都会有所谓的戒毒反应。戒断症对不对？就是那戒毒反应。withdraw。哦，谢谢你，谢谢。对啊。OK， 所以但你已经走过了那个阶段。大概花多少时间？半年。大概花半年。我说真的，阶段大概是半年左右，因为在刚说不要做的那个时候，我天天都要跟人家说对不起，我不做咨询了，对不起，我不做咨询，对不起，我咨询。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我 retire 那一阵子的时候，你要 pre-book 我4个月前到6个月前才可以 book 到我，对吧？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决定不做的时候，我要不断的回信说对不起，我不做，对不起。那每一个对不起，感觉都好像我对不起你。因为很多说，可是我小孩子自杀了啊，我想死啊，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你会觉得每一个东西，我是不是要找个时间来帮他？对，所以在前3个月比较多的是良心的谴责，是，他是一个我可以救的人，但是我选择不要救他。对，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也是从去年开始在做 YouTube 以后，然后就是有很多人会说，想要也是请我帮他们做 reading，是，对，然后所以我后来也是因为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一开始就直接做 online 的，哦呀，对，所以我每个月有2天的时间，可是我做不多，可能做8到10个，就是一天就是1个下午而已，哦呀，然后就做到现在也是做了1年了，可就像版主讲的，也是开始觉得说人的问题就是3个之类的，对，然后我一直回答一样的东西，都好想把它录成录音带了。对，可是当然不一样的人会用不一样的讲法去引导。我发现那些 message 也很厉害，他会因为这个人的状态不同，所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是。对，然后我曾经例如说也跟所谓的指导灵或 spiritual guide 有聊过这个问题嘛，他就说，我说每天在看感冒好无聊哦。然后他就说没有啊，可是你看这个人是穿太少感冒，那个人是运动太累感冒，然后那个人不一样，虽然都是感冒，可是病因成因不一样，还有怎么样康复的方法适合他也不一样。我说 fine， 好，你很有耐心，你很有爱，但是我的小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重复，我好想要去一个更大的世界了。对，然后可是也一样，就像你讲的。我因为想要花时间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有来协助这些人，然后我也会有这个谴责。对，你会有罪恶感，而且他们会写信来，对 ，always， 每个礼拜都会有写信来，然后把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烦恼、他们的痛苦，就是写来，然后有时候会说，梦到你，对不对？对，我说梦到你在我的梦中，然后我就说我好忙，我每天都好忙。对，然后我出现在大宝，你出现在我梦中，版主你出现在我的梦中，然后你协助我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哇，我没有想过，就是人生会来到这个地步，然后。我那时候有时候就会这样想，然后例如打开 YouTube， 然后就看到版长说，哇，这个人是怎么样走过20年，是这个样子的生活，全部都囤积在我的3张吧来对。刚刚看到自己的3张吧，赶快。对啊，有啦，我在不咨询，我现在是迈入不咨询的第2年，然后其实自己没有感觉，因为我每天都很忙嘛，像是去年我就花9个月在旅游，是，然后今年又同样的花了很多时间在旅游，然后自己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每天就是很忙，然后是直到有一天是网友或者是朋友跟我讲说，你看起来开心很多啊，我就说怎么可能，我每天都好忙，然后他就说没有，真的就是 you look lighter。他们用 lighter 来形容我，比较轻盈吗？对，所以他们也是到今年，因为去年他们还会再问我问题，但今年他们就会说，我觉得你断掉咨询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决定。然后我说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那我是不是也应该 follow 你的 path？ 但是 then again, I have done this for 20 years。记得我做了20几年之后，我到过去的3年，就是在我要断掉那3年。我已经产生 I get bored， 就是我觉得已经没有，听起来有点骄傲，但真的不是在骄傲，我就是没有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没有我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这种明明很简单，然后我也免费提供你们所有资讯的东西，为什么你们还要花钱来找？而且我不便宜，我其实跟你们亚洲的消费来讲，我其实是。很高价位，就即便对外国人来讲也是高价位的。OK， 对啊，但还是 book 要4到6个月前 book。对，还是要 book 4到6个月前，因为在我不咨询的那个月，我已经是1个小时就要600块美金了。1个小时600块，哇！对啊，哇，那你还是要提早4个月前 book。哇，所以那这2年的收入怎么办？就是不再做咨询。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老天怎么保佑你？我想要听听老天怎么保佑。老天保佑啦！其实我觉得，老天给我一个最好的技能，就是我不需要为钱担心。哇！那因为我的基层、底层，我曾经苦过。我不是生长在富裕家庭，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苦过。那我觉得说，在我长大成年之后，我们的投资啊，什么回报，我们其实现在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房地产投资嘛。所以你跟先生有投资一些房地产，现在在就是当我们不工作也饿不死那种，当房东这样子吗？就房地，因为我们投资的是商业大楼，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就即便我这个断掉，所以那时候有很多课，你们下次遇到灵媒，千万不要讲那一句，哪一句？就是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我常常遇到很有钱的客户跟我讲说。我再多加你1个小时，我说我没有1个小时给你，他说钱不是问题，我说钱也不是我的问题啊，你凭什么认为你讲这句话我就要给你1个小时？你懂我意思吗？我懂，我觉得是一种彼此尊重啊。是，如果我今天约你多少时间，然后我支付你多少东西，你可不可以时间不要就 assume 大家都是
available for you， Yeah， right？ Yeah， 所以我觉得彼此尊重，你比较可以从通灵者身上得到更正确的讯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感觉到被尊重。一个通灵者如果他感觉到被尊重的话，他在接收你的讯息的时候，他比较不会有任何的杂质，好吗？所以你们不要一副我花钱就是大老爷的样子，因为那个杂质。你现在也没有 access 可以去找到你。我没有了。但是我替你们说话嘛，因为辛苦，你们辛苦。没有。你们辛苦了，所以对啊。那这2年就是到处去走，有给你一个什么样的 inspiration 或者是 ？Well, I'm very exciting。如果在现在，我是觉得是兴奋的，是期待的，因为光是在过去3个月，我就discover a lot of things。如果我还是以就有灵媒身份的话，我其实是不会观察到这些东西。像是什么 ？Well, I don't know. It's a lot of things。我这几年这3个月，我的会员们会知道我疯狂的在研究震动。A vibration? Yeah, just a vibration in any kind, any form, any existent living thing. 你说像这个也有 everything. Yeah. You can see vibration? Yeah. 然后 gather information of vibration 跟 living vibration and how they coordinate， 他们如何 coordinate each other， 他们如何互动之类的，如何改变，在什么样的点改变，然后再怎么样，然后用 vibration 去 understand the cultural。OK， 因为以前我们通灵的人，说真的，我们推的时间点不会太远，我们推的时间点 average 在3500年左右。什么意思？什么叫推的时间点？就是如果你要 see my past life，I have an issue。OK， I have an issue。我为什么睡不好？这边又荨麻疹？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是在你在汉国时期、唐隋时期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怎么样 ？Whatever。Yeah。所以以前在通灵的资讯里面不会超过3500年。你说不能够比那个更久之前了？不需要比那个更久，也是不是不能，是不需要。Yeah， 对吧？但是在这样多走走之后，会很好奇，像是你如果到 Peru， 你会发现这么大的石头到底是怎么从那一座山移到这座山？秘鲁的石头，它或者是像那个巨石阵的石头怎么出现的？对 ，right。然后就是因为世界各地去探索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好像是哪个地方卡住了，然后再把自己往前推一点。然后在推之前，你就发现 ，Oh my God， 它有一个更先进的文明，然后它 had evidence everywhere。你是说古文明其实比现在更先进，对不对？是吗？古文明我们经历过一段，就是一段古文明的时代，然后再往前推，它经历过一段，就是到目前为止观察是energy chaotic 的时代。energy chaotic 的时代，能量混乱的时代。Yeah, that's how you describe it 所以 energy chaotic， 它为什么会 chaotic 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我一直以为 Harry Potter 它只是一个 creating world， 然后一直到我旅游的时候，开始问很多的为什么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曾经存在的时代 ，but why？ 为什么它会被消灭掉？为什么它会不存在？Right， 然后会引起我的好奇心嘛。然后再往前推的时候，发现energy chaotic 的时代，它来自于可以把很多东西 combine into one。所以这个是你们比较常听到的，像是人马兽，或者是巨人，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就曾经有过一个时代，他们都存在，他们都是存在的。然后你在什么地方会比较看到这么多的 evidence 证据或者是古物？它其实是在Scandinavia， 在那个北欧，斯特维。Scandinavia 就是北欧那一圈，是那维京人斯堪的纳维亚，就是 Viking， 他经过了 Viking 那一段时代，所以你就觉得 Oh my God， it's so fascinating。我如果还是在咨询的话，我根本没有机会。对，所以现在让我把我的时间点说 OK， 所以或许在3500年前，其实还有更多东西是我没有探索的。然后所以就是慢慢的在探索到现在 ，roughly timeline 是在12,000。12000吗？12000 12,000年。可是你怎么去找到这些 information？ 是你到现场去感受，进到那个能量场里吗 ？Everything has stored energy。你只要任何古文明、古地区的地方，它任何可以存储能量的东西，就是即便你们去的巨石阵啊，你们在什么地方？爱尔兰，我曾经去爱尔兰很有名的一个景点，他说这个地方有名是因为它曾经有爱尔兰巨人。然后我就这样 ，Yeah whatever。哦 ，wait， 你知道我们这种人，No yeah whatever。我懂。Yeah wait。哦，真的有。
你就会这样 wait，but how，right？所以那反正 how 你就这样子去感受就可以知道 how 吗？ Well, because it's everywhere， 那个不是我编出来，它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人的历史有史书在记载，所有记忆里面历史所有东西都由它的natural element 在记载啊。对，不管是就是储存在石头，在大地，在水晶，在 It's everywhere， 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去 channel， 你只是有一些对不起，可以 Google 一下检查这个资料有没有吗？啊 ，right？ Google 一下，你就是，it's everywhere， 是属于我到处都有资料，我只是看我要不要查阅而已啊。这个查阅的能力，我们真的有吗？应该有吧？我要怎么打开这把钥匙去学会查阅这些资料呢？因为我跟版主的通灵经验比较不一样，版主是原本就很开，然后你小时候就会看到，然后你慢慢的去收束起来。对，可是我是在5、6年前的时候去渐渐的学习打开自己的。对，所以有一点是慢慢的这个吸管、这个管道或者这个感受力要怎么样慢慢的去打开这样子。其实我有发现，就例如说，我也很想像版主这样，他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去感受它的频率，然后去知道很多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会怕，对，我会怕，然后好像就是会怕说，如果我过度的打开我自己，是不是会有一些我无法应付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就是挡住了我。我到了我这个年纪之后，你所有的害怕最根源怕什么？怕死吗？你不管怎么去抽丝剥茧，你怕死吗？我在我这个年纪之后，死已经不是我害怕的事情。right，我打开了之后，你要干嘛？咬我吗？你懂吗？哦呀，我打开了，我看那个魔鬼 ，What do you want? Bite me？ 那这样问好了，如果我今天去一个古文明，我也想要去调阅或者是去感受这些 vibration 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或建议可以给我们？我觉得现阶段要人们去感应这些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人们 average 有太多的恐惧、害怕。是人的能场里面，只要含有恐惧跟害怕的元素越多的话，那他接收频率上面的障碍就会越少。是。对，就是障碍就越多，越害怕障碍越多，对，越害怕障碍就越多。谢谢你。不会。对，所以我会现阶段的我发现，如果你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面用取材的方式，假设我跟我父母，我害怕去跟我父母开口，我害怕跟我同事干嘛，你任何尽可能的克服所有的害怕的时候，你在 channeling 上面，你的恐惧的元素就会越来越少。就因为其实恐惧，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对啊，如果恐惧没有了，变成例如说你讲信任或者是勇敢之类的，这个东西就打开了，它就很自然就会进来。是。好，我突然懂。好，所以我其实目标不是放在我要怎么努力去感知，而是我的目标应该要是放在我怎么去放掉这些恐惧。因为你必须记得，这宇宙上所有的东西都是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只有人不是。Really? Yeah. We are so disconnected. 所以你如果到非洲去看动物 ，you know。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风暴要来了，然后我们人类还在 how do you know, right？ 可是以前的人不是都知道吗？像部落他们，因为以前的我们，你如果再往前推，让我看一下，大概在1000大概将落在1800年前到2500年前左右这一段时间的话，那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在这段时间的神明们，他都各司所职，他会有牛的神，掌管牛的神，掌管山的神，掌管羊的神，掌管河的神，呀，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证明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看个星象就知道 what went wrong。因为他们其实是 connect with everybody。我觉得像诸葛孔明应该就有这方面的才能，一定有。对，借东风，然后看一看，然后今天怎么要打，要怎么样骗，就是怎么样计谋。对。但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开始比较 focus 在我的权利啊，我们赚多少钱啊，有没有养家，有没有生小孩啊，有没有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所有一切事情，我们的 focus 跟这些 connection 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比较 focus 我要怎么样财富自由啊，很常听到吧？我要如何财富自由？我要如何找到真命天子啊？你懂吗？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宇宙不需要的东西。对，这些东西都是宇宙不需要的东西。
我突然好像被劈到了，突然被雷劈到。我们都在做一些宇宙不需要的事情。我的头发，不会，好，高兴自己高兴就好。好 ，OK， 对，哇，好，那好，我们等一下最后，这剩下15分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就是粉丝，如果你们在那个现在在聊天室里面有什么想要问版主或者是问我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写你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来做一个 Q&A， 对，然后我们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可以来回答大家这样子。好，那版主，你有经历过就是像所谓你被你的 higher self 或者是所谓你的指导灵就是电得很惨的事情？电是什么意思？电就是一直骂你，或者是指引你，或者是呛你。yeah。那后来我讲我的历程好了，因为我开始我并不是小时候可以看得到就是无形众生的人，所以是后来开始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像一根吸管，就是可能先连接到另外一个次元的自己的前世、自己的未来世，或者另外一个次元的我。对，然后可是我现在在练习的是怎么样把这个管道再更敞开一点点，然后以及怎么样不把那个东西跟我是分开的，因为我们是 connected 的时候，我就是不想要，例如说我不会再想要把指导灵跟我是当做2个分开的概念，那就把吸管丢掉就好了。把吸管丢掉就好了，我就是跳到这可乐里面就好了，就直接就可乐喝，拿了就喝了，为什么要杯子跟吸管？所以你有经历过，例如说你跟神明是例如你跟菩萨是2个东西，可是你们后来合一，我到现在也还是2个东西啊。你觉得还是2个东西？我的人生为什么要由你来告诉我怎么过 ？OK， 对，但是我有经历过，他们觉得他们是对的，他们觉得他们的方法才是对的，菩萨觉得他们的方法才是对的。OK， 那怎么办？我直接把他们都踢出去啊！记得我本来就不想要人家知道我是个灵媒。是我有没有通道？你们对我来说，它是一个 bonus， 不是一个 disaster。再一次，就是如果你今天我把你踢走，我就感应不到任何东西，它对我来说才是我要的，不是我不要的。所以就是耳根清净其实是最棒。废话。所以我能够把它踢掉，他是说你要干嘛干嘛，滚。你给的任何建议没有办法让我的实质生活更厉害的话，我不需要听。可是你有带天命，对 ，whatever。我就说他们如果这样讲呢？所以呢，我有带天命啊。我之前每到庙里面去，每一个人都说我是9天玄女转世，我还想说哪有那么多的9天玄女啊？对啊，所以我有天命啊，我天命就是把我这辈子好好过好。我也这么觉得。对，我这辈子都过不好，我在救谁啊？对，我救谁？而且我今天比较坦白的 ugly truth， 如果我今天日子都过不好了，我讲什么话你们相信吗？对，我其实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啊，对，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例如说，这些灵性的老师，灵性的讯息就是很美、很宏大。可是我身为这一个管道，那我有做到吗？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光是讲一句话，我可能就要花5到10年把它做到那个品质。对。你跟这个人说，你就这样离开就好了，你就跳出舒适圈就好了。OK， 那我有吗？对啊，我有离开吗？我有跳过舒适圈的。就反而是很多时候就会觉得我没有想要再听讯息了，可以了。对，太多了，因为一来又是一个功课。所以我觉得帮助任何人跟自己的指导灵可以连接的第一个 key point 是先找到自己是谁再说。因为当你把自己找出来之后，你其实才有办法去分辨你所接受到这个讯息，它到底是不是跟你 in sync。什么叫 in sync？ 就是同步还是同步，它是跟你同步的。什么意思叫同步？因为人在害怕的情形底下，人在什么时候容易害怕？我生活不完美的时候，我会容易产生害怕。这个时候你们才会找灵媒嘛。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本身就已经害怕，等于说我身旁任何人只要跟你讲，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什么，你一定都会轻易的相信他们说的话。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我是谁，我要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今天你自己定位本来就是很清楚的，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要什么东西，我知道我未来要走到哪里的话，你身旁可以出现10个灵媒跟你讲不一样的话，你不会每个人话都听，对，你只会听 you make sense。有道理的 ，right， 合理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跟任何一个通灵者要接受高灵的讯息是一样的意思。是，因为高灵很多，是很多。
所以是不是你光是大甲妈祖跟鹿港妈祖两个就是不一样个性的人？对，所以你们要通哪一个妈祖 ，right？ right，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通灵者，如果你本身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滤镜是什么，为什么会滤镜？讯息进来一定会透过你的滤镜出来嘛？是的。我如果知道我的滤镜是什么的话，那我可以从接收到的讯息里面再扣掉我的滤镜，就是实际答案在哪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哦，我的滤镜可能偏红色，我就要把红色拿掉，我就把红色拿掉。类似这样。我在接受讯息话要讲出来之前，我就先把红色抽掉。OK， 哇，就是发现自己啊，这也是一种。但是你要先知道自己是谁啊。就比如说我知道我戴墨镜，所以实际的东西其实比较亮，类似这样。对。所以当我接收到讯息的时候，我先把墨镜拿下来，然后我才知道这个是实际的讯息在这里。OK， 呀，好，那我们来回答一下那个粉丝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版主说我们可能恐惧来自于死亡，但是我深深的探究了自己，发现我不是怕死，只是怕痛。请问这个恐惧要怎么化解？版主你不要给我这个眼神很严厉。1个小时$600哦，讲不下去，我也没办法回答出来。1个小时$600的諮商，我们现在直接来做个几题哦。好，所以即便$600，还是有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回应，叫做一个眼神而已，叫做白眼。怕痛跟怕死，我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今天应该是说，不管你害怕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很多人怕的痛其实不是真的痛，而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交往之后，我会心痛，心痛是真的拿刀砍了你的痛吗？还是你觉得自己的心的碎在痛，对吧？对，任何的 weakness。我的观点里面，任何的 weakness 都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一点的。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曾经遇过一个姐妹，她说我不敢跟我大姐说话，因为她打我。然后这句话我就想了很久，你不会打回去吗？然后她就说，可是她会打我啊，我都打回去，她再打回来。我说那你就用力再打回去啊。我就不相信你天天这样子打，不会有一天你的背力会比她好，会吧？这个理论。还是我的理论不太对？不会，这个理论没有很棒，我喜欢。对啊，因为我其实你书里面有讲到关于恐惧，就是例如说你刚刚讲嘛，你怕高，所以但是你就是去面对它，我就去面对它，你就是去面对它，你不用在还没去碰之前就说啊我要放下，我不怕了，我不怕。你必须要去到那个现场，经历那个冲突，那个内在的，你才知道那个痛是什么痛。对，我下次要怎么防御它才会比较好？怎么克服它？对，因为很多人我遇到很多，你可能也是，我遇到很多网友们想要找真命天子，但是又害怕遇到渣男。我没有想要找真命天子，没有，不是你啦，找你咨询的啦。对，是吧？对，他想要找真爱，但是又害怕受伤。对，所以他们给自己的答案就是连门都不出。对，所以不出去遇到任何人就不会受伤嘛。对，但是他们就是一直在原地问问题，可是根本不可能找得到答案。对，因为他们缺乏行动力。对，没错，没有去动嘛。对。那我们今天比较丑陋的事实都是，被渣男渣过5次以上的人，铁定一看到渣男就知道你渣。对，你有渣男的雷达识别度，你懂吗？你懂识别力，对。就像你要约会的对象，如果遇到5个同志的话，你下次看到同志，你是同志，不要再跟我约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人的雷达是被训练出来的，人的痛感是被培训出来的。好，nice。真的吗？我好像在。我觉得这是一种暴露疗法。哦，真的。对，暴露疗法就像你之前有一次讲到关于就是说过敏好了，我对这个食物过敏，我就一次吃少量，我怕痛，那一次一点点痛，然后你从各个角度去经验它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也没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对啊。可是无论如何，你还是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才有可能跨越，不然你就持续在害怕。是，对，而且你怕了20年还是怕。对，好，有一题14题，想要问世界各地现在显现战争。有实质的战争跟无形的战争，我们要怎么样稳定集体的潜意识？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爱这些事件中受影响的人？我不要白眼。所以每一次你咨询的时候，都会先经过一个白眼的过程，然后没有，因为人家有付钱，所以我都会说，我的笑容会变这样，礼貌又不失尴尬的微笑。啊，尴尬又不是。但是因为现在我不收钱。所以我无所谓。好，那就不要打了。
我应该这么说，我们总是花很多时间想要把这个世界照顾好，在自己都没有照顾好的情况底下，但是照顾世界很难，照顾自己很容易。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都照顾好的话，世界再怎么乱也不会乱到大乱。在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的情况底下，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与其要用大爱先去拥抱这个世界，你要不要试着用你的双手先把自己抱紧再说？自己都不会拥抱自己的人，你拿什么去抱这个世界？是吧？对不起，我不是我好想要抱你啊！我觉得很好。对啊，对，因为其实我今天早上也被问了类似的问题，因为我 po 了一个现实动态，在讲说台湾对于以阿的冲突，其实是比较扁平化的去解读，可能站在欧美的角度类似这样，然后把一边贴上标签叫坏人，一边贴上标签叫好人，然后大家看了以后就是很紧张，然后觉得他们都在对以色列人做什么很残酷的事情之类，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报道，它其实讲的比较多面向的，对，就是其实这两个地区他们是互相在伤害多年，它并不是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个单一事件而已。对，所以然后我就写了这个动态，然后就有人就传讯起来说，我该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平静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他们？然后我就觉得，先爱自己吧，自己都不会爱的人，谈什么爱别人？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啊、你很重要。是啊，你很重要。对啊。对，把自己疗愈了，其实你就在疗愈这个世界。当每一个人都没有这一些仇恨，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的去爱那些人的时候，这世界怎么会有战争？对啊，而且你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讨论的爱都是带着我又孤单又寂寞要去爱别人的方式。但是你们应该都知道，一个充满爱的人，我照顾的就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我通常在我的网友里面发现，当我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照顾自己之后，他们会间接感应到身旁摸得到的10个人，因为身旁人会说：“你最近在嗑什么药？最近为什么你频率这么高之类的吗？你为什么最近一直在笑？你到底是参加什么邪教？你懂我意思吗？”当你是一个本身就是爱自己、充满爱的人，你的能场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身旁的10个人。这10个人可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但是他们会因为靠近你的关系，感觉到自己被爱。就很像人家说什么，走到一个 guru 或是 master 的这个房间里的时候，就觉得整个能场都改变了。是。对，就很像它就是一个爱的频率就进来，或是一个宁静的频率就进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我比较着重的是，可能也是跟旅游很大的关系。我觉得，与其像是我们以前的观念一直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真的觉得只要把自己照顾好了，然后管理好了，那你所担心的事情都不是你应该担心的事情。对啊，什么台海战争啊、以阿战争啊、乌俄战争啊，对啊，这些都不是问题了，都不是问题。只要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一切你没有问题，这一切其实都不会是问题。对，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对啊。好，我们看，那就这样咯。今天我看看还有没有最后一题，时间已经差不多。找到。你不会短话长说吗？我的网友常常笑我会短话长说，废话可以聊2个小时。对，我觉得其实我今天有观察到，就版主厉害的就是说话的艺术。真的吗？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看版主的书厉害的就是，哇，你写的好好，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你看佛经有写，或者各种经典，可能例如说同一个道理好了，它可能在各个宗教经典上面可能都写过。是。可是不同的人来传递同一个道理的时候，完全就不一样。有的就是可以比较进来，但有的就觉得好远哦。你用一个 A 专有名词解释 B 专有名词，然后告诉我这是 C， 天哪，我什么都听不懂。对，所以版主，你说你在做直播，其实一开始是为了跟你的小孩，对，所以你是希望5岁的小孩都可以听得懂。对，我希望我的小孩子不管在各个年龄层，所以我现在多辛苦啊！我当 YouTuber 没有专注在当 YouTuber， 小孩子改 TikTok， 我上 TikTok； 小孩子改小红书，我上小红书。所以对，你的小孩子是你自己的小孩子，还是全世界的小孩子？那他们有在看你的直播吗？看。那你为什么还会愿意持续做？因为我相信我有一天一定会找到你们愿意看的方法。你说小孩愿意看，你的小孩愿意看的方法？对。所以他们说一开始做脸书，老人才看脸书，那我上 Instagram 可以吧？所以我就拼命 Instagram 是 old stuff。那你们现在都用什么？他说我们现在用 TikTok， 那我上 TikTok 可以吗？那你为什么不能就直接就在床边故事，就说来妈妈跟你讲这样子？你会听你爸妈的话吗？现在会。
现在会。那我也期待有一天我的小孩子在30几岁的时候，会在各个平台上看得到我。所以你现在就是先把存档都先存好。我一定就这样念啊，这样念，我就这样做。然后我为了诱拐他们去看我的直播，为了诱拐他们看我的直播，我还付钱给他们去上架我的网站。哦，你 hire 他们，雇佣他们帮你工作。我想说，我不能诱惑你，那我用钱去吸引你，可以吧？啊，有成功吗？没有。为什么？他们只听到 Hi guys，Hi guys， 我是论煌，然后你就把它关掉了。就因为他们上传的速度非常，他们之后上传速度非常快，哦，根本没有办法听到你后面的东西。我说那没有关系，至少看到我的 title。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妈妈是个 psychic， 他们很习惯妈妈是个 psychic。OK， 因为他们小时候比较痛苦，小时候会是不讲话，我们就说假设我会说他们话没有讲出来，然后我就回答他们的话，或者是他们在楼上的时候，我在下面就会跟他们讲说，就是 Don't do things behind me。他就说，他们小孩子啊就会这样，奇怪，你爸妈怎么会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会想要跟灵媒保持距离啊！对，因为你真的会读心这样子。对，而且他们有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有 Find My Phone， 就是不知道他们定位在哪里找手机。然后他们到附近，我们附近有大概3、4个公园。然后有一天就是女儿怎么联络不到，然后我就走到公园，然后那公园很大，我就在公园的角大喊：“黄叉叉，你给我回来！”然后重点是我的声音又很大，所以他整个跨了越整个公园。然后我女儿就很不相信，躲起来，你妈不可能看到你。不要让我躲，给我回来！然后结果他就回来说：“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我说：“我在你们身上都装了雷达。”妈妈跟小孩之间的那个连接是很紧密的，对，哇，酷。好，那最后我们再回到一下这本书好了。呀，生命的中间是如果。我其实很喜欢书腰上面写说，唯有当你采取行动，你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对，因为行动其实也是我的频道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勇敢去行动，才能够去验证你现在想的那件事情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对，因为你不去做，你根本不会知道，然后只是一直想，然后把那个困难越想越大，想到后来你就趴在地上，你什么都不想做。是没有错。对，然后你就停在这，然后你开始问各式各样的仙姑啊、咨商师啊，说我该怎么办？然后说你应该要出来，可是你一定要跟我保证那个地方有比我现在更好，我才要出来。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有人给你保证，因为怎么走是你决定的。对，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就是我已经咨询20几年了，然后我20几年来很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有你们非常想要的选项在，所以我要在这边说的是，不要等到什么条件到齐了，你才可以活出那样子的生活，而是即便在这些条件没有的情况底下，你要如何让自己现在就可以活出那个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有一个网友，他想要活出优雅的生活，我希望我的人生就是个优雅的贵妇。所以如果有一天我遇到我真命天子的话，我就要变成优雅的贵妇。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等到那一天才要成为优雅的贵妇？你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成为优雅的贵妇？他的回答是说，因为我没有钱啊。我说没有钱也可以活出优雅的贵妇啊。所以他呢，可能就是去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然后他会很优雅的摆盘，把汉堡很优雅的摆盘，然后很优雅的放着，所以顿时那个麦当劳可能就是从200块变成2000块了。是，因为他只是拍照的关系，他觉得，对耶，我为什么要等到那一天我才要让自己？因为你们要吸引的东西一定会跟着你们的振动频率而改变。如果你现在就觉得自己没有钱，然后遇不到真命天子或干嘛，你怎么会认为自己会遇到那个人呢？因为你的身上的所有频动都是这样，振动都是这样在 vibrate 的。那但是如果我从此时此刻开始，我的人生态度就是以这种贵妇的方法在过日子的话，你总有一天会遇到跟你的频道相符的人啊。是 ，right， 对啊。所以我们自己越完整了，就会吸引到一个越完整的伴侣。是的。好，今天谢谢版主来这里，谢谢啊，很开心。你最近是又要
很快就要回明天的飞机。明天就要回加拿大了。是。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我们下次再见了。今天真的时间很有限，还是也许有机会我可以去加拿大找你玩。Anytime。我也想要坐到那个你说可以坐的沙发。我家的沙发上。对，你家的沙发上。在有咨询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咨询，我们不用咨询，我们不用咨询。